我和哥哥的發小偷偷談了5年的地下戀愛。23歲生日這天，哥哥突然和我說，我發小包下了餐廳，準備向他談了5年的女友求婚，一會兒叫上你對象，我們一起去給他助攻。男友曾答應過我，在我23歲這天就和我官宣，向我求婚。我精心打扮了一番，滿懷歡喜地來到現場，卻看到他單膝下跪地給另一個女人戴上了婚戒。在眾人的起哄下，2人就要吻到一起。注意到我後，他卻慌亂地錯開了目光。你怎麼來了？大家好，開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給人間煙火點個訂閱，我將會分享更多優質的內容。男友祁煜的質問聲脫口而出，匆忙間還不小心碰翻了一旁的香檳塔，酒水灑落一地。看好戲的眾人頓時掃興，紛紛朝我的方向看來。祁煜愣了一瞬，很快便恢復了冷靜，客氣又疏離地介紹道：諸位，這是我發小江宇的妹妹江寧。我自然看出了祁煜急於和我撇清關係，心頭一頓，針扎一般泛起密密麻麻的痛。在他眼裡，我就這麼拿不出手。相戀5年，我只配得上一句發小妹妹。我扯出一絲苦笑，也如他所願，假裝和他不熟。祁哥哥好。我哥在一旁幫忙打圓場，眾人這才恍然大悟。祁煜卻全然沒有注意到我發白的臉色，下意識地鬆了一口氣，繼續和身邊的女人在台上恩愛，氣氛重新火熱了起來。這女人我認識，是池薇。祁煜的白月光，我眼眶發酸。祁煜明明答應過我和池薇斷了，可在我生日這天，他卻背着我向池薇求婚。我到底還是比不過池薇。這時池薇注意到我，玩味一笑：江寧妹妹，你妝容精緻，一看就是花了心思，格外重視今天的酒席。這些年多謝你替我照顧阿玉，我敬你一杯。他這麼一挑撥，眾人頓時議論不已。穿這麼好看，故意搶風頭的吧？不知道的還以為被求婚的人是他呢。祁煜全程冷眼旁觀，明知道我喝不了酒，卻半點沒有為我說話的意思。我自嘲一笑，知道我和祁煜5年的戀情算是走到頭了。思及此，我伸手接過酒，悶頭喝了。池薇眼裡閃過一絲得意，祁煜張嘴想說些什麼，最終卻什麼都沒說。接下來的酒席，我全程都在埋頭吃飯，不管祁煜和池薇是緊緊相擁，還是十指緊扣，我都一笑而過。我哥看出了我的不對勁，湊了過來：你怎麼了？出門前不是還笑嘻嘻的嗎？我淡淡道：沒什麼，只是剛好和男友分手了。我哥沒有繼續追問，只是一個勁兒地給我碗裡夾菜。明明都是我喜歡吃的菜，我卻只吃出了苦澀。在此之前，我一直期待23歲的生日快點到來，期待祁煜的求婚和官宣。今早出門前，我看到祁煜拿走了桌上的求婚戒指，再加上哥哥突然和我說祁煜要求婚，我還以為是他專門給我準備的驚喜，因此心中感動。沒想到他要求婚對象卻不是我，而是池薇，多可笑！原來一直都是我在自作多情，那我便成全他們。這不純粹的愛情，我不要了。吃到一半，小腹突然有些不舒服，我中途離場，準備回家。剛出門，祁煜也追了出來，一把將我拉到了更衣室。不等我反應過來，他已經將我抵在了牆角，勾起我的下巴，滿眼深情和寵溺，全然不同於之前的冰冷。怎麼，我家小丫頭吃醋了？他一如既往地調侃我，還是記憶裡的那個祁煜。可我總覺得我們之間有什麼變了。見我沉默，祁煜篤定我在生氣，柔聲道：寧寧，別誤會，微微未婚先孕，不好和家裡解釋，我才配合他演了這出戲。
這既是為了給他父母交代，也是為了不讓他遭受非議。祁煜的話格外多，每次只有他心虛的時候才會急於解釋，欲蓋彌彰。且不說他沒有義務幫池薇，就算真是演戲，池薇也完全可以找單身的。為什麼偏偏找上了有對象的他？他擔心池薇受非議，卻沒想過我也會受非議。就因為他遲遲不肯公開，鄰居一直以為我是單身，每次遇到都會出聲嘲笑，說我再不找就成了老黃瓜。我平靜地看着祁煜，懶得戳穿他拙劣的謊言，只是偏過頭淡漠道：“我身體不舒服，沒事的話就先走了，你也快回去吧，丟下你未婚妻獨自跑來不好。”聞言，祁煜皺起了眉頭，韻道：“我都主動哄你了，你還在鬧什麼？同為女人，你更應該共情薇薇才對。難道你非要讓薇薇被戳脊梁骨才高興？我之前怎麼沒發現你這麼冷血？江寧，你太讓我失望了。”我覺得好笑，積攢了許久的失望在這一刻全都爆發出來。我冷血？那池薇呢？他明知道你是我男友，卻還堅持要你陪他演戲，這難道就不冷血了？祁煜自知理虧，咬了下腮幫，冷聲道：“強詞奪理，簡直不可理喻。”說罷，他耐心耗盡，直接摔門離去。更衣室裡，我無力地癱坐在地，心仿佛被利刃捅穿，痛到窒息。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緒，眼淚像斷了線的珠子瘋狂往下掉。祁煜之前從來不會對我這麼沒耐心的，他一向溫柔，總是把我的感受放在首位。過去，我只是說了句不喜歡吃帶籽的火龍果，他就用牙籤一顆顆的替我把籽剔乾淨，再切塊餵我。每次洗完頭我都懶得吹，每當這個時候，他都會主動拿起吹風機，一邊說我是小懶貓，一邊耐心地為我吹乾頭髮。可現在，他卻因為池薇衝我發脾氣，對我大呼小叫。他一直就沒有放下過池薇。現在想來，他遲遲不公開，也是為了等池薇吧。偏偏我還痴痴等了他5年，有夠蠢的。哭淚後，我擦乾眼淚，手撫摸上小腹，強撐着身子離去。祁煜還不知道，今天我也給他準備了個驚喜。我已經懷孕3個月了，本以為能和祁煜修成正果，沒想到他卻背叛了我們的感情。那我便拿掉孩子，徹底斷了和他的聯繫。我打車去了醫院，剛到門口就看到了穿着婚服的祁煜和池薇。池薇痛苦地捂着肚子，祁煜則是一臉焦急。醫生，我老婆下樓梯的時候不小心摔了一下，你可一定要救救我們的孩子。我大腦一片空白，當場愣在原地。他們的孩子？所以祁煜不是在演戲。更諷刺的是，他還當眾喊池薇老婆。相戀5年，他從未這麼親密地喊過我，一般只叫我丫頭。我也好幾次和他提過，希望和其他情侶一樣以老公老婆相稱，他卻彈了一下我的腦門，笑着說我沒羞沒臊，讓我別太心急，等結婚了再喊也不遲。我想着他可能比較傳統，也就尊重他的意見。可現在他卻當眾喊池薇老婆。原來他不喊並非保守，只是因為我不配。在我愣神間，耳邊傳來了醫生的嘆息：“祁先生，你太太肚裡的孩子才4個月，胎相不是很穩，我們只能盡力保住。”聞言，我腦瓜一陣嗡嗡作響。4個月，我肚裡的孩子也才3個月。這時，我突然想起，在我懷上的前1個月，祁煜去外地出差了。怪不得，自打出差回來後，他就開始對我忽冷忽熱。經常在我睡着後偷偷把他和池薇的合照拿出來翻看，甚至情到濃時，他好幾次都忘了做錯事。明明之前他都是一次不落的，因為他說要對我負責。當時我還心中竊喜，
想着祁煜肯定是準備和我結婚了，才會這麼放縱。現在想來，他分明是迷糊間把我當成了池薇，出差不過是他和池薇約會的借口。他消失的那1個月發生了什麼，不言而喻，心裡一陣發冷，像被一雙無形的大手揪着，沉悶的讓我有些喘不過氣。做了好幾個深呼吸後，我才平復情緒，冷靜了下來。冷靜過後，又是一陣釋然。反正我已經決定離開祁煜了，他和池薇怎麼樣都與我無關了。這時，醫院剛好叫到了我的號：“江寧在嗎？進來做清宮手術吧。”聞言，祁煜立馬朝我的方向看來，但池薇稍微一痛呼，他就將目光重新投回到了池薇的身上，喃喃道：“怎麼可能是寧寧？只是同名同姓吧？可但凡他走近2步，就會發現做手術的人的確是我。在我和池薇之間，他到底還是選擇了池薇。”我進了手術室，躺在了冰涼的手術台上。手術沒我想象中的那麼痛，麻藥過後，我迷糊睡了過去。再醒來，手術已經結束。看着化成血水的胎兒，我心裡說不出的滋味。等傷口差不多愈合後，我拿上手術單和醫生開的調養的藥，打車回了家，準備收拾行李搬走，徹底和祁煜一刀兩斷。到家後，祁煜還沒回來，顯然在忙着陪池薇。我倒也沒有多難受，着手收拾起了行李。我把和祁煜拍的大頭照，還有情侶用品，全都扔進了垃圾桶裡。曾經的甜蜜，現在看來卻格外羞辱和諷刺。更諷刺的是，同居5年，屬於我的東西，竟然連一個小小的行李箱都裝不滿。這麼一看，祁煜也沒有多愛我，只是動動嘴皮而已。偏偏之前我被他哄得一愣一愣的，但現在不會了。收拾完後，我腰酸背疼，正準備躺在沙發上刷個手機，剛打開就看到了池薇更新朋友圈，照片裡是一大箱的車厘子，足足5斤，而祁煜則一臉寵溺地給池薇餵車厘子，還貼心地給她掖了掖被子，配文：嘴饞想吃車厘子，某人立馬就買了1箱。被人捧在掌心的滋味，我和寶寶都感受到了。下面的評論清一色的都是羨慕和祝福。環顧了一下冷清的家，我心中冷笑。同樣是孕婦，池薇被祁煜精心照顧着，而我卻一個人去醫院流產，甚至祁煜連我懷孕了都不知道。換作以前，看到這條朋友圈後，我肯定會心理失衡，委屈到痛哭不已。但現在，我卻是心如止水，心裡異常平靜，反手點了個大大的讚，並跟着在下面評論道：“祝百年好合，天長地久。”發完後，我立馬給我哥打去了電話：“哥，我想搬回家住。”我哥秒接：“哥這就來接你回家。”我輕聲道：“好，一會兒見。”話音剛落，身後便傳來了祁煜沉悶的聲音：“你要見誰？這些行李又是怎麼回事？”我不由一愣，他什麼時候回來的？而且他這次怎麼回來的這麼早？畢竟之前池薇只是扭傷個腳，他都徹夜作陪。見我沉默，祁煜的臉色有些難看，怎麼不說話？我一臉冷漠：“與你無關。”說罷，我拉上行李要走，祁煜卻一把拉住了我，不悅蹙眉道：“我都說了和薇薇只是演戲，你怎麼還故意在他朋友圈下陰陽怪氣？”我心下一冷，難怪提前回來，原來是為了給池薇出氣。我以為祁煜接下來肯定會一如既往地摔東西，發洩他的憤怒和不滿，可他卻是撲哧一笑，伸手揉了揉我的頭：“別氣了，我的小醋包，為了氣我，你連行李都收拾好了，準備的還挺充分。我發誓，今天真的只是演戲，這場求婚本來也是給你準備的，只是薇薇她臨時求我，我不好推卻，
所以才改了計劃。不信你看，這戒指上還刻着你的名字呢。說罷，他掏出白天池薇戴過的鑽戒，單膝下跪，深情款款地向我求婚。寧寧，你願意嫁給我嗎？若是之前，我肯定會感動落淚，毫不猶豫地答應。可現在，一想到他用這枚戒指和池薇求過婚，我就覺得惡心。我冷笑一聲，反手把戒指扔到了垃圾桶裡。祁煜扯平唇角，眼眸驟然變冷。江寧，你什麼意思？我瞥了他一眼，冷冷道：我對二手貨可沒興趣，戒指是，人也是。祁煜，分手吧。聞言，祁煜臉色鐵青，很是難看。分手？你做夠了沒有？我卻仿佛沒聽見一般，拉上行李，繞過他，徑直朝門外走去。祁煜見狀，大步上前，直接擋住了我的去路，氣得咬牙：你還真要走？江寧，戲過了可就沒意思了。我一臉冷漠，你看我像是在開玩笑？我可沒那麼無聊，還有空陪你演戲。見我態度堅決，祁煜也意識到我動了真格，死死摁住我的行李箱，不讓我走。就因為我和池薇演了一場戲，你就要離家出走？江寧，你怎麼變得這般斤斤計較？我懶得搭理他，拉扯間，口袋裡的手術單不慎掉落在地。祁煜眼疾手快，先一步彎腰撿起，只掃了一眼，他的神色瞬間變得凝重。你懷孕了？我以為接下來他會問我打掉孩子的事，沒想到他卻惱了，都沒有細看，便撕碎了手術單，扔了我一臉。薇薇懷孕，你也懷孕，故意爭寵吃醋，有意思。我們這麼多年的感情，你對我連這點信任都沒有嗎？我覺得可笑，他是怎麼有臉說出這番話的？明明是他背叛我在先，而且他問都沒問就惡意揣測我辭境，到底是誰對誰沒有信任？我懶得浪費口舌，只是瞥了他一眼，隨你怎麼想。這時哥哥打來電話，說他已經到樓下了。我不再停留，推開祁煜，轉身離去。見我這麼決絕，祁煜也有了脾氣，冷聲道：好，你走，走了就休想再回來。聞言，我不僅沒有停下的意思，反而加快了步伐。回到家後，哥哥為了安慰我，專門下廚給我做了一大桌子的菜。吃飽喝足後，我美美泡了個熱水澡，正準備上床睡覺，祁煜就給我發來了消息：薇薇，你不是說想吃糖炒栗子嗎？要板栗還是追栗，還是都來點？所以他這是發錯了消息。若是之前看到這一幕，我肯定會發瘋吃醋，給他打去電話質問。但現在，不管他是有意還是無意，我都不會再因為他有任何的情緒波動了。思及此，我反手將消息轉發給了池薇，對方秒回：看到了吧，阿玉最愛的人是我。江寧，識趣的話就趁早滾蛋，免得到時候被甩尷尬。我懶得理他，困意襲來，打了個哈欠就準備睡覺。這時祁煜卻給我連打了10幾通電話，更是發來99加的語音條：江寧，你瘋了？你把消息發給薇薇幹什麼？我知道你現在在江宇家，你鬧夠了沒有？你什麼時候能收你的小性子？能不能別總是一生氣了就往娘家跑？可之前祁煜明明說最喜歡我的小孩子性格了，說我天真爛漫，可愛得很。可現在他卻覺得厭煩，覺得我是在無理取鬧。果然，當一個人不愛的時候，曾經的優點也會理所應當地變成缺點。我冷漠回道：那消息你不是本來就要發給池薇嗎？難道我會錯意了？對面沉默，沒再回復。我也樂得清閒，倒頭就睡。這之後，為了氣我，祁煜故意在朋友圈裡和池薇秀恩愛，不是貼臉就是牽手，要麼就是曬他給池薇親手做的白粥。我嫌煩，直接把他拉黑刪除。
沒想到他卻開始故意在我哥面前秀恩愛，每次都惹得我哥回來和我吐槽。今天祁煜這臭小子又虐狗了，就因為池威不吃香菜，他就徒手給池威挑出來，妥妥寵妻狂魔。我心中冷笑，曾經祁煜口口聲聲承諾我以後只對我一人溫柔寵溺，這才分手多久，他就開始把之前對我的溫柔悉數給了池威。男人的承諾賤如草。沒幾天，我哥就告訴我說，祁煜為了幫我走出失戀的陰影，專門舉辦了宴會，還給我物色了合適的男人，要給我相親。分手了還不忘惡心我。我正要拒絕，我哥卻不由分說地將我帶了過去。到了場地後，我哥拍拍我去停車，你先上去。找包廂的時候，我在轉角處意外看到了池威，彼時他正和一個陌生男人拉拉扯扯。老公，你放心，我和祁煜什麼都沒發生，他都不知道我肚裡的孩子根本就不是他的。那個傻子被我耍得團團轉呢。既然他這麼想當爹，那就讓他當，正好讓他替我們養孩子，我們坐享其成不說，還能順便謀奪他的財產。等他徹底沒有利用價值後，我們一家三口再遠走高飛。陌生男人笑得合不攏嘴，直誇池威機智聰明。我當場吃了個大瓜，原來池威早就結婚了，他一直在算計利用祁煜。沒有多想，我連忙拿出手機錄像，保留證據，同時心中一陣冷笑。祁煜，這就是你的白月光，在你不知道的地方，它早就爛掉了，而你卻為了一個毫無血緣關係的孩子，失去了肚裡的親生孩子。不知道你得知這個消息後是什麼模樣。錄完後，我才意外發現祁煜的包廂就在附近。我正打算推門而入，卻聽到裡面傳來祁煜兄弟們的哄笑聲。祁哥，還得是你，兄弟的妹妹都下得了手。話說，你該不會真打算和江寧結婚吧？那池威怎麼辦？你們好不容易才修成了正果。很快，祁煜不屑的聲音也傳了出來。我和江寧就是玩玩，他最近和我鬧脾氣，先用結婚穩住他，反正他好哄騙，感情在他眼裡，我只是個玩物。在我愣神間，我哥正好停完車上來，妹，怎麼不進去？說罷，他拉着我推門而入。原本還聊得熱火朝天的包廂，瞬間陷入了死寂。祁煜的神情明顯僵了一瞬，很快他便扯出笑容，一把將我拉入他的懷中，高聲道：“各位，我在這裡宣布一個事情，其實寧寧才是我交往5年的女友，我們決定結婚了。”就在3天後，我哥當場傻眼，眾人卻是一臉的意料之中，出聲應和。我反手將祁煜推開，冷聲道：“我不會和你結婚的，我們已經分手了。”祁煜卻逼近了2步，勾唇一笑：“都有孩子了，怎麼還耍性子？不結婚，難道你要讓我們的孩子生下來就沒爸媽嗎？”我抬眼看他：“你怎麼知道？”祁煜輕笑一聲，眼裡滿是得意和拿捏。你走後，我醫院的朋友正好給我打來電話說，在醫院看到過你產檢，再結合你之前掉落的孕檢單，我便知道你懷孕了。寧寧，就算你再生氣，也不能拿我們的孩子開玩笑，是不是？他以為用孩子就能拿捏我，殊不知這孩子我早就打掉了。而且若是他仔細去看，就會發現當初那並非孕檢單，而是清宮手術單。我哥早已震驚得說不出話。這邊祁煜自以為勝券在握，就要過來抱我，我卻一把將他推開，冷笑一聲後，反手調出了電子的清宮手術單。那你怎麼就不知道我已經把孩子拿了呢？祁煜，死心吧，我是不可能和你結婚的。一時間，眾人都震驚不已，祁煜更是當場傻眼。什麼？拿了？那也是我的孩子。
沒經過我的允許，你怎麼可以隨便把他打掉？我卻是一臉冷漠。從你向池薇求婚的那一刻起，他就和你沒有關係，只是我一個人的孩子了。既然是我的孩子，我自然有資格做主。聞言，祁煜徹底惱了，雙眼猩紅，死死捏住了我的肩。江寧，你現在怎麼變得這麼無理取鬧，吃醋成性？就因為和薇薇吃醋，你甚至不惜殺害一個無辜的孩子，你這個殺人犯！他情緒激動，捏得我肩膀生疼，我不由痛呼出聲。我哥頓時看不下去了，快步上前將我護在身後，而後揮拳直接把祁煜打飛。祁煜，我拿你當兄弟，你卻對我妹做出這麼畜生的事，你個渣男！我打死你！給我妹和我那位出事的外甥出氣！祁煜也來了脾氣，兩人瞬間扭作一團。後面是好兄弟擔心鬧大出事，這才紛紛勸架，上手將他們兩人強行分開。彼時，兩人臉上皆掛了彩，我哥被打腫了眼睛，祁煜則是被我哥打飛了2顆牙。他用舌尖頂了頂腮幫，吐出一口血水，怨懟地看向我。江寧，我和薇薇只是演戲，一場婚禮而已，我都答應之後不及你了，你至於這麼小心眼？那種情況下，難道你要讓我見死不救，放着薇薇不管嗎？你可真惡毒！我哥來氣，又要上前揍他，我一把攔住，冷笑道：演戲是不是說謊說多了，連你自己都騙過去了？祁煜，你真當我不知道你和池薇做的那些惡心事？我懷孕的前1個月，你騙我出差，實際上都是去找池薇了吧？聽我這麼說，祁煜的身軀不由一怔，臉色變得灰白，眼裡也閃過一瞬的慌亂。你都知道了？看他這模樣。我哥思索片刻後，也是立馬想明白了一切，對着祁煜破口大罵。這麼說，池薇的孩子是你的？祁煜抿唇不語，沒有反駁。好兄弟紛紛倒吸一口涼氣，小聲議論：祁哥，看不出來，你藏得夠深啊！要不說，還得是我們祁哥會玩呢，家裡一個外面一個，還都懷了。我哥氣不過，對着他的臉又是一拳，這一拳直接把祁煜的鼻子打出了血。可這次他卻沒還手，只是目光灼灼地看着我，滿臉愧疚道：寧，那天我只是酒喝多了，把薇薇當成了你，所以我們才……但我也只是犯了全天下男人都會犯的錯誤，我還是愛你的，你再給我一次機會好不好？突然，他像是想到了什麼的樣子，眼睛一亮，一把拉過我的手。正好你也沒了孩子，等薇薇把孩子生下來，我就和你結婚，把這個孩子當成是我們自己的孩子撫養，好嗎？我無語地翻了個白眼，他在說什麼混話？照他這麼說，我是不是還得謝謝他，讓我無痛當媽？我一把甩開祁煜的手，冷聲道：別碰我，髒！既然你這麼放不下池薇，那我成全你們一家3口。說罷，我拉上哥哥就準備走。祁煜的臉色又慘白了幾分，肉眼可見的慌了。他一個箭步，直接擋在了我面前。寧，我們這麼多年的感情，你說不要就不要，你就不怕我假戲真做，真和薇薇在一起？曾經的我愛她入骨，忍受不了祁煜和池薇的一點親密，祁煜也清楚這一點，所以每次我一鬧脾氣，他都會去找池薇，以此瘋狂拿捏我。可現在我對他心死，自然也不會再被他刺激拿捏了。我眼都沒抬，祝你們久久。祁煜張嘴還想再說什麼，他的好兄弟已經紛紛勸說出聲：祁哥，反正你和江寧也是玩玩，一個玩物而已，再找便是。就是現在池薇才是你的最優解，你可不要為了芝麻丟了西瓜呀。祁煜思慮再三後，最終還是退到了一旁，給我讓路，還不忘故意大聲道：好，你要走就走，
不過你可別後悔。”我勾唇冷笑，後悔的是誰還不一定呢。說罷，我頭也不回地轉身離去。祁煜還不知道，池薇肚裡的孩子根本不是他的，他只是一個接盤俠。不過，哪怕手裡有證據，我也不打算這麼早就告訴祁煜實情，讓子彈再飛一會兒，這樣正中眉心的時候才會更痛更疼。這天之後，哥哥連夜拉黑刪除了他那些塑料兄弟的聯繫方式，和他們絕交，並且把事情告訴了爸媽。得知事情經過後，爸媽心疼我受了委屈，連着1個月都給我煲雞湯養身體。我哥則是經常帶我出去看日落、看海散心。我漸漸走出了失戀的陰影。在這期間，雖然我沒怎麼關注祁煜，但從我哥的口中還是了解到了他和池薇的近況。據說那天之後，祁煜就徹底和池薇假戲真做了。他以孩子爸爸的身份陪着池薇孕檢，所有孕檢醫療費用都是他一力承包。聽說他好幾次都提出想和池薇盡早結婚，池薇卻說不急，每次都借口推脫，要麼就是日子不吉利得延後，要麼就是孕反嚴重不適合結婚。後面借口都用完了，池薇便直接來了一句，說她肚子大了，穿婚紗不好看，等孩子生出來後再結也來得及。她要在最美的時候穿上婚紗。我覺得好笑。池薇當然不敢結婚，畢竟她要是這個時候結婚了，可就暴露了二婚的事實。偏偏祁煜像個傻子一樣被戲耍，蠢貨！我不免有些期待，也不知道他知曉真相那天會是什麼精彩模樣。這之後，我沒再關注他們，開始了自己的生活，挑燈學習，堅持考證，不斷地充實提高自己。之前我一門心思地撲在祁煜身上，都忽略了對自身的投資，最終落得個血本無歸的下場。現在想來，之前的我真是太蠢了。好在為時不晚，一切都還來得及。很快，在我的努力下，我順利考過，拿下了管理證以及一系列相關的小證書。最終，在哥哥的引薦下，我成功入職一家酒店，成為店長。好巧不巧，上任的第1天就遇到了祁煜和池薇。彼時，他們正準備來這裡給孩子辦滿月酒，我才意識到池薇已經生了孩子。轉眼間已經過去了8個月，看到是我，祁煜挑眉，眼裡閃過一絲嘲諷：“江寧，真巧，原來你在這裡當前台呀！當初你要是乖乖聽話和我結婚，現在就能在家裡躺着享清福了，也不至於淪落到當一個前台小妹。”聞言，他懷裡抱着孩子的池薇也是一臉得意，冷嘲出聲：“說起來，真得多謝江寧妹妹的成全，不然我也不能這麼好福氣，有一個如此寵我愛我的老公。”我瞥了面前得意洋洋的兩人一眼，一一冷笑回對：“祁煜，少自戀了，離開你才是正確的選擇。畢竟沒有你的阻礙，我只會成為更好的自己。還有，池薇，你也不用謝我，要謝就謝你自己的無恥吧。”聞言，祁煜和池薇當場臉色鐵青，池薇更是氣得叫來了經理，嚷嚷着要給我打差評。經理，這就是你們前台的素質，差評必須差評。不等他說完，經理便冷聲打斷道：“什麼前台？這明明是我們酒店新來的店長。”聞言，祁煜一愣，看向我的眼裡流露出幾分欣賞：“什麼？你是這家5星級酒店的店長？”我莞爾一笑，我從來就沒說過自己是前台。看到我的成功後，池薇垂眸，眼裡劃過一絲陰狠。我沒有理會，官方的和他們商討流程，着手開始準備滿月宴。等流程都確定完畢後，我轉身離去，準備打電話通知各部門落實。剛走沒幾步，身後便傳來噠噠噠的腳步聲。
轉頭一看，是池薇。他抱着孩子追了上來，站定後的第一句話便是奚落我：“江寧，就算你是5星級酒店的店長又怎樣？阿玉還不是不愛你，你怕是不知道吧？”孩子出生後，阿玉直接把名下的一套房子過戶給了我和孩子，這就是他對我們母子的偏寵。你一個替身，拿什麼和我鬥？你就像是陰溝裡的老鼠，天生就該活在黑暗裡，永遠見不得光。池薇試圖通過打壓我來彰顯他的優越感，可我只是瞥了他一眼，便淡淡開口道：“是嗎？可是偷來的幸福畢竟不屬於你，總有收回的那一天。”池薇笑容當場僵在臉上，凌厲地朝我射來眼刀。“你什麼意思？”我勾唇一笑，一字一頓道：“這孩子根本就不是祁煜的，對吧？”池薇眸光驟冷：“你怎麼？”他冷笑一聲，當場鬆了手，懷裡的孩子就這麼摔在地上，哇哇大哭了起來。不等我反應過來，池薇已經紅了眼眶，大聲道：“江寧，我知道你恨我、嫉妒我，但再怎麼樣你也不能拿孩子撒氣啊！他還這麼小，你怎麼可以摔他？”下一秒，祁煜氣沖沖地趕了過來，心疼地將孩子和池薇從地上扶起，而後抬手給了我狠狠一巴掌，怒不可遏道：“江寧，你瘋了是不是？就因為嫉妒薇薇給我生了孩子，你就故意對我們的孩子下手？”我眸子一冷，也毫不客氣地反手扇了回去。孩子不是我摔的，一切都是池薇的自導自演的。何況我也沒什麼可嫉妒的，畢竟池薇生的本來就不是你的孩子。祁煜當場愣在原地，一臉難以置信：“你說什麼？這不是我的孩子？”說罷，他看向池薇的目光裡多了幾分懷疑。池薇的臉白了一瞬，死死咬唇，很快就恢復正常，小鳥依人地撲進祁煜的懷裡，哽咽道：“阿玉，你別聽江寧胡說八道，壯壯怎麼可能不是你兒子？從我懷孕到生產，你可都是全程陪着的呀！難道就因為江寧的隨口挑撥，你就要懷疑我對你的感情嗎？”在池薇的安撫下，祁煜的眉眼緩和了幾分。池薇繼續乘勝追擊，冷冷地看向我：“江寧，我不知道自己哪裡得罪你了，你要這麼針對我，不僅傷害我的孩子，還污衊我偷人。你口口聲聲說孩子不是阿玉親生的，那你倒是拿出證據啊！拿不出證據，你就是造謠誹謗。”他這一嗓子不算小，被他這麼一喊，周圍瞬間擠滿了吃瓜群眾。了解了事情經過後，他們都鄙夷不屑地看着我，對我指指點點了起來。我看這前任就是眼紅現任過得好，所以故意挑撥人家夫妻感情，對孩子下手，真賤啊！畜生一個！在眾人的議論下，祁煜的心徹底偏向池薇，將池薇和孩子護在身後，冷眼看我：“是啊，江寧，你非說壯壯不是我兒子，口說無憑，證據呢？”我淡淡道：“不信可以調監控。”話還沒說完就被池薇打斷：“江寧，這裡是監控死角，你身為店長又怎麼會不知道呢？”他這麼一番話，瞬間挑起了眾怒，眾人紛紛叫囂着要向上舉報，將我開除。聞言，池薇滿臉得意，他是故意把我引到這裡的，就是為了污衊造謠我。他自以為勝券在握，殊不知我早有準備。思及此，我冷笑一聲，反手掏出手機，當眾播放了之前在包廂裡偷錄的視頻。視頻一經播出，祁煜的臉色瞬間變得鐵青無比，冷眼瞪向池薇：“原來你早就結婚了，孩子也不是我的，為什麼騙我？”圍觀群眾也是倒吸涼氣，紛紛吃瓜，朝池薇投去不屑的目光。這女人玩得可真花，像這種不檢點的爛貨就該進豬籠。池薇面如土色，下唇都被咬出了鮮血，卻還在瘋狂嘴硬。
大家別被江寧騙了，這視頻就是他故意合成來害我的。我卻是冷笑一聲，不慌不忙道：我的視頻經得起檢驗，你的孩子經得起嗎？你敢做親子鑑定嗎？聞言，祁煜抱着孩子就要去做親子鑑定。池薇見狀，卻是神色慌張的一把攔住：不許去！阿玉，江寧這是嫉妒我，故意挑撥我們的感情，你可千萬不能中計啊！我對你一直都是真心的，難道你不相信我？總之，你要是鑑定了，就是踐踏我對你的信任，辜負我對你的真心。祁煜停住腳步，臉上閃過幾分動搖。我自然不可能放過這個曝光真相的機會，我還等着看祁煜知道真相後的精彩表情呢。想到這兒，我趁機拱火道：池薇，你反應這麼大，不會是心虛了吧？眾人紛紛應和，池薇則是狠狠瞪了我一眼。最終，祁煜還是決定去做親子鑑定，我也跟着過去看熱鬧。很快，結果出來，看到親子鑑定報告後，祁煜的臉肉眼可見的黑了，他直接把親子鑑定報告甩在地上，更是抬手怒扇了池薇一巴掌，火冒三丈道：我和壯壯的親子關係根本不成立，賤女人，你為什麼要背叛我？鐵證面前，池薇也懶得再裝，當場撕破了臉，捂着被扇紅的臉，冷笑出聲：背叛？我都沒和你結婚，何來背叛一說？實話告訴你吧，我早就結婚了，孩子也是我老公的。要不是為了你的錢，我根本就不會和你糾纏。聞言，祁煜的臉一陣青紅交錯，銀牙更是咬得咯咯作響。難怪你死活不肯結婚，原來是因為你早就結婚了。賤貨，騙了我28萬8的彩禮不說，還騙了我13萬的孕檢費，趕緊把錢還我！池薇卻冷笑一聲，一把將祁煜推開。這些錢都是你自願給我和孩子花的，現在要我還回去？休想！祁煜氣得冒煙，怕是此刻才明白自己心念的白月光早就發爛發臭了。他越想越氣，衝上去對着池薇就是左右開弓好幾巴掌，不還錢我就打死你！池薇被扇得嘴角滲血，腫成了豬頭。他也來了脾氣，對着祁煜的關鍵部位就是狠狠一踢，差點把他變成女人。兩人就這麼扭打在了一起，最後還是圍觀群眾報了警。警察趕到，這才制止了鬧劇。看到是警察，祁煜和池薇紛紛向警察訴苦：警察同志，這娘們騙婚騙錢，你可得為我做主啊！警察同志，你看他把我打的都出血了，我要告他故意傷害。不等兩人說完，警察便把兩人都帶走，帶回去接受調查。而我全程吃瓜錄像，還不忘發給我哥分享。據說被帶走後，祁煜和池薇的罪名分別成立，被關坐牢。池薇最終還是沒有賠祁煜錢，因為屬於自願花費，但還是因為詐騙而坐牢。兩人在牢裡還在互相撕逼，你薅我頭皮，我戳你眼睛，最終兩敗俱傷，誰也沒落到好。出來後，池薇抱上孩子，直接和她老公走了。臨走前，她老公還痛扁了祁煜一頓，替池薇出氣。祁煜被騙錢騙感情，一無所有，徹底成了圈內的笑話。這之後，祁煜用新號給我發短信打電話，開始瘋狂挽回我。寧寧，對不起，我錯了，你回來好不好？寶，我真的好想你，沒有你我會瘋的，我全都視而不見，早幹嘛去了？我冷漠地將祁煜的新號拉黑刪除，回頭那是不可能。本以為這樣之後祁煜就會死心，沒想到他直接找上了門。那天我剛好下班，一回來就看到了門口那道熟悉的身影。祁煜，怎麼是你？看到是我，祁煜立馬小跑着湊了過來，直接從懷裡拿出了一袋草莓牛奶，遞到了我手裡。
寧寧，給你最愛喝的草莓牛奶，我一直放懷裡保溫，還熱乎。我不由一愣，剛在一起的時候，他也是這麼給我保溫牛奶的。每次接我下班的時候，都會從懷裡拿出一袋草莓牛奶遞給我。可結婚後，他就再也沒有這麼做過，而我也沒再喝過草莓牛奶，似乎一切都變得物是人非。見我愣神，祁煜順勢握住了我的手，深情款款道：“寧寧，之前的事是我對不起你，我真的知道錯了，但我也是被池薇給騙了。看在我們過去的情分上，你能不能原諒我，再給我一次機會？這次我肯定好好愛你。”我冷聲道：“祁煜，別假惺惺了，你根本就不愛我，你來找我只是把我當保底，我不會原諒你的，死心吧。”祁煜還想再說什麼，我已經不耐煩地甩開了他的手。鬆手，我嫌髒。見我不吃軟的，祁煜眼眸一沉，很快便開始大聲嚷嚷：“江寧，我勸你別不識抬舉，你流過產，和二婚沒有區別，就是個沒人要的破鞋，我都沒嫌棄你，你憑什麼嫌棄我？”被他這麼一喊，小區裡的大媽紛紛聚在一旁吃瓜，對我指責不已：“都流過產了，小姑娘怎麼這麼不自愛？你倆一個浪一個渣，絕配！小姑娘，你差不多得了，就你這樣的，誰家好人會要你？”我冷眼看向祁煜，才意識到他這是要搞臭我的名聲，讓我非他不可。之前戀愛腦上頭，覺得他哪兒都好，現在才發現祁煜骨子裡自私和虛偽。聽到議論，祁煜滿意挑眉：“聽到了吧？真要鬧大，對你可沒好處。識相的話就乖乖。”不等他說完，我直接掏出手機，做事就要報警。你一個背叛感情的人，還好意思造謠我？趕緊滾！再不走，別怪我報警告你造謠。見我動了真格，祁煜瞬間慫了，冷哼一聲，甩袖離去。周圍的大媽也識趣地閉上了嘴。我哥知道這件事後，替我鳴不平，更是張羅着給我相親。誰說你沒人要？妹妹，你放心，哥肯定給你挑一個愛你的男人。沒幾天，我哥就給我找了一個優質男，讓我去見見。我不想拒絕好意，便應下了。簡單打扮了一番後，前往赴約。對方穿着一身白色西裝，戴着金絲眼鏡，一副溫文爾雅的模樣，顯然也是為了這次相親費了一番心思。江小姐是嗎？你好，我是傅時辰。你好。不知道為什麼，總覺得眼前的人有一種說不出的熟悉感。他把菜單遞給我，讓我點菜。我接過菜單，正要點菜，這時一個人影卻突然竄了出來。江寧，你是我女朋友，怎麼可以背着我和別人相親？一時間，餐廳的其他人紛紛朝我看來，都是一副吃到大瓜的表情。不等我反應過來，祁煜已經衝上來，一把拉住我的手，想要將我強行帶走，和我回去。我毫不客氣地甩開了他的手，放手，我們早就分手了。祁煜卻加重了手上的力度，我沒同意就不作數。寧寧，我知道你是因為孩子沒了生我氣了，但孩子我們還會再有的，乖，別鬧了。聞言，對面的傅時辰不由一愣，孩子，江寧你懷孕了。祁煜順勢摟着我，滿眼得意道：“寧寧不僅為我懷了孕，還因為吃醋，我和別的女人親密為我打過孩子。她就是這麼愛我。識相的話你就趕緊滾，別處在我們小兩口之間礙眼。”此話一出，眾人議論不已，都在說我不檢點、不自愛，還勸傅時辰趕緊避雷我這個二手貨。傅時辰皺起眉頭，臉色明顯難看了起來。祁煜見狀，唇角上揚，湊在我耳邊低聲道：“這輩子你只能嫁我，我是不會讓你離開我的。”我怎麼都沒想到，曾經我為祁煜付出的一切，現在卻成了他炫耀重傷我的利劍。
我一陣下頭，正要甩開他，傅時辰卻先一步上前，給了他一拳，怒道：“你個人渣！”祁煜被揍懵了，不是，你為了江寧打我，他都是破鞋了，你不介意？傅時辰又是一拳落下，他是受害者，我有什麼好介意的？倒是你，只會拿女人出氣，掉價。說話，傅時辰直接將我拉入他的懷中，要帶我離開。見我們要走，祁煜瞬間急了，死死拉住我的褲腿。等等，別走！我停下腳步，他眼睛一亮，連滾帶爬的來到了我面前。寧寧，我就知道你還是愛我的。不等他說完，我抄起桌上的冰水就朝他臉上潑去，而後更是反手抱了緊。祁煜，這已經是你第2次對我惡意詆毀了。忘了告訴你，前面你惡意詆毀我的話我都錄下來了，警察馬上就會到，你等着坐牢吧。見我動了真格，前面數落我的吃瓜群眾都怕波及到自己，紛紛調轉矛頭，開始抨擊指責起了祁煜。死渣男，辜負真心的人都不得好死，就是做事這麼無恥，分手了還要詆毀重傷別人，活該人家小姑娘不要你。被眾人這麼一番議論，祁煜尷尬得滿臉通紅，恨不得找個地洞鑽進去。他嘴唇蠕動，想要說些什麼，但我已經沒有興趣聽了，拉上傅時辰，頭也不回地轉身離去。走出餐廳後，傅時辰直接帶我去了附近的咖啡廳，給我點了一桌子精緻的小蛋糕。聽說吃甜點心情會變好，我請客，隨便吃。我衝他微微一笑，那個，不管是前面還是現在，都謝謝你了。傅時辰揚唇輕笑，對我還這麼客氣。小檸檬，小檸檬。聽到這熟悉的稱呼，我不由一愣，仔細打量了一番面前的人，前面都沒細看，仔細一看，我才反應過來，這熟悉的眉眼，不正是我多年前出國的竹馬傅時辰嗎？他從小就喜歡喚我小檸檬，而我則叫他時辰哥哥。我們青梅竹馬，一同長大。上大學前，我們2個一直都是形影不離的。但是高中畢業後，傅時辰因為搬家的緣故選擇出國。他走的時候太過匆忙，都忘記給彼此留下聯繫方式。那之後，我們便斷了聯繫。後來和祁煜在一起後，我滿心滿眼都是祁煜，也逐漸忘記了傅時辰。如今聽到熟悉的稱呼，我才想起了那段童年趣事。這之後，我們有了共同話題，越聊越投機。聊到後面，傅時辰見氣氛到位，更是趁機和我告白：“阿寧，我喜歡你，你願意和我試試嗎？”我搖頭拒絕了。時辰哥，我剛失戀，現在答應不只對我，對你也是不負責。傅時辰摸了摸我的頭，沒事，我等你，我都等了20多年了，也不在乎再多等1、2年。這之後，據說祁煜因為惡意誹謗被抓坐牢，而傅時辰則是卯足了勁追我。父母和哥哥得知他是我竹馬後，對他滿意不已，瘋狂給我們制造獨處機會，極力撮合我們。在傅時辰的堅持不懈下，我也逐漸喜歡上了他。最終，在他15次告白的時候，我答應了。沒多久，我們就訂婚了。訂婚當天，我們正要交換戒指，台下卻響起一聲怒喝，我不同意。循聲望去，是祁煜，我才想起今天剛好是他被放出來的日子。不等我反應過來，他已經衝到台上，聲淚俱下道：“寧寧，我後悔了，之前是我太過衝動，才會做出這麼多傷害你的事。對不起，我知道錯了，也是真的想彌補你。你能不能給我一次彌補的機會？”我一臉冷漠：“不需要，你滾吧，我不想看見你。”說罷，我更是叫來保安，當場把他插了出去。趕走祁煜後，我環住了傅時辰的脖子，當眾擁吻。台下掌聲雷鳴，祝福一片。
唯有祁煜在人群中哭紅了眼。那天之後，據說祁煜把一切的過錯都怪到了池薇身上。沒多久，他就找到池薇，直接劃爛了他的臉。池薇當場毀容，而祁煜則被憤怒的池薇老公打斷雙腿，扔到了山溝溝裡，之後便杳無音訊。我卻絲毫不關心，畢竟我已經找到了攜手白頭的人，餘生可期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麼想說的、想吐槽的，歡迎在下方評論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給人間煙火點個訂閱，我將會分享更多優質的故事內容。